婚姻嘅原型係用嚟幫助肉體嘅生存，其中嘅合作伴侶不一定互相平等對待。一旦進入婚姻入邊，每個人肉體生存嘅能力就會隨着提高，比起佢哋喺個別行動嘅時候，較能夠揾到火啦、住所、食物、水。喺婚姻入邊，佢哋亦都較能夠保護自己。婚姻呢個原型反映嘅係人將力量視為外在嘅知覺，而靈魂伴侶呢種原型反映嘅係多觀人邁向真實力量嘅意識之旅。靈魂伴侶喺我嘅解讀，靈魂伴侶都係一齊學習、一齊成長。And I know that love is just a shout into the void, and that oblivion is inevitable. And I am in love with you. 即係唔一定係 couple 嘅，唔一定係情侶嘅，可以係你嘅人生導師啦。This really is a bit of a long shot, isn't it? Absolutely. That's when the magic happens. 可以係你嘅朋友啦。Door. Okay, everybody, and plié. 可以係你嘅兄弟姊妹啦。A bit more often than, say, world-ending emergencies and holidays once in a while, maybe? 佢哋都可以係你嘅靈魂伴侶，即係用靈魂嘅目標去一齊共同成長、共同學習嘅伴侶，就係靈魂伴侶。所以靈魂伴侶未必會陪你走到最後，但係你哋一齊經歷嘅所有嘢，都一定係對大家都一齊成長緊嘅一段經歷。五官人格決定透過恐懼同埋懷疑嚟學習。我哋嘅世界完全係用呢一種人格嘅能量建立嘅。國同國、種族同種族、兩性之間等等都係彼此恐懼。形體界嘅探索本嚟可以以一種和地球合作、欣賞地球嘅精神嚟到完成，但係身為一個物種，我哋選擇嘅卻係用主宰同埋壓榨嚟到探索地球。Can't agree more。這就是恐懼同埋懷疑嘅學習之道。我哋恐懼形體環境，懷疑自己是否與自然契合。我哋嘅世界反映咗我哋沒有來生嘅基本意念，反映咗我哋呢一生唯有所得同埋所有才能夠確保力量嘅基本意念。我哋有時亦都會講到一啲關於來生嘅事，但係我哋其實並不相信離開地球以後，還要為自己在地球上所做嘅事情負責，否則我哋做嘅事就會唔同啦。總會有啲人係唔信輪迴轉世呢樣嘢。不過如果下世可以做隻鴨喺國王湖呢度生活，都幾爽皮啊，係咪先？係嘛？我哋呢個物種不再謙卑，對人對事缺乏敬意、傲慢，渾身塞滿了自己嘅技術。我哋用假象嚟到誘惑自己，話自己可以控制一切，結果製造咗一大堆亂象，又唔肯承認無法控制一切。我哋取之於地球，取之於別人。我哋破壞森林、海洋同埋天氣。我哋互相指使、虐待、打擊、侮辱、謀殺。但係如果靈性伴侶呢一種原型開始喺人嘅社群度出現，佢所創造嘅知覺同埋價值觀就會反映出多觀人格嘅知覺同埋價值觀。呢個人因為靈性伴侶關係而結合，然後藉由婚姻呢一種習俗表達咁樣嘅結合，這樣的人會把靈性伴侶嘅能量注入婚姻入邊，從而喺婚姻入邊創造新嘅價值觀同埋行為。即係話結婚未必一定係墳墓，depends on 你點樣去
維繫呢一段婚姻。我諗如果真係要結婚，真係要揀一個三觀相近嘅人，然後大家都願意 point out 對方嘅不足，跟住另一方亦都要欣然地去接受，或者大家 at least 都要討論下啦，傾下，大家一齊成長就係要咁樣溝通，真係好緊要。所以如果你希望呢個世界變得慈悲有愛，你自己就要開始慈悲有愛。想消除世人嘅恐懼，要先消除自己嘅恐懼。這些都是你能夠給予他人嘅禮物。國與國之間嘅恐懼，就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嘅恐懼嘅放大。將力量視為外在嘅知覺，劃分咗國家，亦都隔絕咗個人。個人決定同靈魂結合，因而從心裏產生愛、清明、慈悲。呢種愛、清明同埋慈悲，同樣亦都能夠令到兩性啦、種族啦、國家、倫理都和睦相處。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嘅生命負責，呢種原理遍及整個大宇宙。一旦你同另一個人建立起靈性伴侶嘅關係，就會將靈性伴侶呢一種圓形嘅能量帶入形體界。你開始形成一啲價值觀、知覺、行為，反映出你同伴侶嘅平等。鴨仔，亦都反映出你對自己同佢嘅靈性發展嘅承擔。為咗容納你嘅伴侶靈性發展嘅需要，你開始將自己嘅人格欲求擺到一邊，因此你自己都成長咗。靈性伴侶呢種關係就係咁樣運行。拜拜，拜。如果你真心愛一個人嘅話，你就自然就會冇咁自私，因為你會多咗顧慮到對方嘅需要，多咗分享咯。前提係你真心愛佢，而你做嘅每一個行為個 intention 你都係真心為對方着想，而唔係希望做某一啲行為去為咗得到一啲 payback 咯。所以要發自內心真誠地去愛對方，因為咁你開始明白對你哋伴侶關係嘅健全所必須具備嘅嘢，那就是讓你嘅靈性成長所必須具備嘅嘢。你哋兩方各有對方缺乏嘅嘢。假設你妒忌心很強，你會發現呢一份妒忌心引出咗你伴侶需要治療嘅一面，而呢一面亦都反映出你嘅內在。因為了解呢一點，所以你開始重視伴侶對你哋發展嘅貢獻。你開始了解佢嘅知覺同觀察對你哋嘅成長係有幫助嘅，甚至根本呢啲就係關鍵。你哋嘅談話開始激盪起深處嘅水花。溝通唔係普通嗰啲閒話家常嗰啲 shallow talk， 有陣時即係以前都會有試過一段關係耐咗，跟住每一日 send 嘅 message 就係早晨做緊咩啊？食飯未啊？收工啦，好攰，翻去瞓先。即係都係呢啲好行嘅嘢，係冇深層次嘅交流。冇深層次嘅交流，咁樣其實冇意義可言。即係傾多啲大家嘅價值觀啊，對唔同嘅事情嘅睇法啊，各樣啊，我覺得呢啲好緊要。你開始懂得愛、承諾同埋信任喺你哋嘅關係上面扮演咗推動嘅角色。by the way，頭先講嘅嘢唔係淨係 apply 喺情侶度，我覺得即係屋企人啦，好緊要啦。其實屋企人都係啦，朋友啦。基本上係所有關係都係可以放入去，所以即使你係單身嘅又好，冇男女朋友嘅都好，其實真係唔緊要，因為身邊仲有好多人係關心你、愛你、錫你，而係咯，反而有一啲人係真係。就算有男女朋友，但係其實佢哋都未必係咁開心。你開始懂得愛、承諾同埋信任喺你哋嘅關係上面扮演咗推動嘅角色。你開始明白
齋係有愛而冇信任，仍然無法給予同埋獲得彼此嘅愛，呢個係真嘅。你唔信佢，咁你又點樣可以完全100% 咁樣去愛佢呢？因為你會有顧慮嘛，你會多咗顧慮嘛，所以信任係好緊要。你開始識得明白你嘅承諾必須轉化成一種足以滿足兩人需求嘅形式。你開始懂得一體看重兩人嘅需求，因為你哋意欲建立嘅嗰種伴侶關係係需要你哋兩個都很健全，內心都好有安全感先可以做到嘅。你一旦開始信任對方，亦都開始信任你哋共同成長嘅能力。你開始知道，當你害怕某些事會毀掉你哋嘅關係，而你越係逃避，就越會危害到你哋嘅伴侶關係。要表達自己內在嘅東西一向都唔容易，而如果呢啲嘢令到你覺得脆弱、痛苦、憤恨、憤怒，就會更加係不容易。呢啲情緒都會強化你嘅語言，一旦講出口，唔係造成傷害，就係治療咗好多嘢。所以要溝通要講嘅嘢，點樣都要講。而最終個結果到底係分開定係大家一齊成長，就睇大家雙方有冇同一樣嘅心，想一齊努力維繫呢一段關係咯。咁 which 如果係注定係要分手嘅話，咁即係其實其中有一方都一定係唔夠愛對方或者唔夠信任對方啦。咁你勉強落去其實都冇意思。你開始懂得唯一正確嘅大道，就係與對方具有相同嘅關懷，相同嘅治療殘缺嘅意圖，並且喺過程中互相信任，摒棄恐懼，以勇氣對待自己嘅需要，將喺你哋心中點燃信任感。真正嘅人性嘅狀態臻至完美嘅時候，係毫無秘密嘅，無所隱藏，卻存在於清明的愛之中。你開始懂得彼此不要漫不經心，做些愚蠢的事。你開始懂得光是想要一些東西是不夠的，你必須內心深處很想要，而且要每一天去創造。即係齋諗呢，係唔夠嘅。你諗完之後呢，你要同你嘅行為要 align，咁樣先至可以實現到你心目中想要嗰樣嘢。你必須用你嘅意圖去令到佢存在，同埋維繫佢嘅存在。你嘅每一種意識越發光，越光亮，你哋伴侶嘅關係就越豐富。係。你開始識得企喺人哋嘅立場考慮事物嘅價值，先做別人，真正走進別人嘅恐懼，然後再回到自身。你展開嘅係一段超越個人嘅對話，治療非個人嘅殘缺。這點對你通過彼此需要治療嘅部位嘅時候，看到對方是你的靈性伴侶，面對種種不安嘅感情，即使係最艱難嘅時候，你都可以面向光明，都可以提醒自己話，自己係採取肉身經驗嘅神，你原本嘅力量係比那脆弱嘅一刻所表現嘅力量強好多嘅。好。